反正给我第一眼感觉就是这个位置进了东西，就是不能7天无理由了，是吧？它那个显示时间已经结束。你们这边修大概要多久？半个月。重装如果好不了，就只能返厂了。当时机器就是坏机器了。这些视频放上去，很有可能会被拉黑的。摔坏、进水、碎屏，即便你再爱惜手机，也难免遇到意外啊！维修就成为了大多数人的选择。不过，叉叉售后太垃圾，叉叉维修太贵，这种说法非常多啊。在我们的调研投票之中，有1/3的用户选择了第三方手机维修。官方售后真的很烂吗？你经历过哪家的售后呢？可以先走个弹幕。之前小白测评频道带大家已经看了无数的新机了啊，但售后这件事儿还真没关注过。这次我们自费耗资了2万块钱啊，视频也花了近2个月，在官方渠道购买了5台全新的国行手机，华为的 nova 8 Pro、Reno 6、vivo X60、小米10S、iPhone 12，作为这次售后大调查的牺牲品，是时候转发点赞了啊，就当你也参与了。这些都是非常走量的型号，也更具代表性。正片开始之前，我们先特别认真的强调一下，本期的所有行为都是为了体验各个品牌的售后、硬件、软件、拍摄各个方面的需求，大家不要效仿，不要效仿，不要效仿。重要的事情说3遍。第一步，我们先把每台手机都同步了一些数据啊，这个简单的用一用，让他们有使用过的痕迹，制造一个不会特别难解决、简单维修就可以搞定的问题。探索了一番，我们最后决定弄坏卡槽，在 SIM 卡槽触点上涂一点点502，导致触点无法正常接触 SIM 卡，从而没有信号了。这算是一个相对冷门的 bug， 对维修检测稍微有些难度，而且工作室小伙伴也确实自己弄坏过卡槽，有可操作性。安卓大多数都是把卡槽放在了副板上面，维修程度和价格都是可控的，而苹果的 SIM 卡槽呢也是独立的设计，按理说这次维修的价格理论上应该不会很高，毕竟前期买这批手机都已经花了不少钱了。下一步就是前往售后，我们在每个品牌的官网上查找官方的售后点，并选择距离我们稍远的位置作为目标。在去之前，我们也制定了相对固定的话术和流程，方便遇到问题的时候表述一致。在此之前，我们还做了点小工作啊，看了看每个品牌手机售后点啊，在湖北省每个城市的数量，看看哪个品牌的覆盖率更高一些。OK， 万事俱备，我们走起。第一天，我们先去了 OPPO 的售后。这家售后点位于一个商场的外面啊，不算明显，官方描述的地址也比较模糊，不是特别好找。当天人不多，我们没有排队，很快就和维修人员沟通上了，并开始了维修。亲戚家里被小孩子玩了一下之后就没信号了，不知道怎么搞的。我们描述完问题之后，售后也直接确定了问题，不读卡。后面也排查了一下是不是软件问题，经过检验告诉我们需要拆开看看。这紧张感就来了。他又提供了一个新的信息啊，就是这个手机由于太新了，是没有配件的，今天肯定是修不好了啊。如果是定配件的话，需要3到4天才能送到。今天修不好。对啊，如果这个机子刚出来，所有的备件的话都还没有那个。现在没备件是吧？对啊，就需要定的。哦，大概要多久啊？大概应该差不多3到4天吧。他也告诉我们 ，OPPO 通常新手机发布之后2个月才会有配件覆盖。然后售后小哥就当面拆机，整个环节小哥还是相当熟练的。随着慢慢拆到卡槽的时候，小哥发现了我们点胶留下的痕迹，他判断这台手机有点小受潮了，同时告诉我们只用更换这个独立的组件就行了。有点受潮。是这样是吧？那能修好吗？我估计应该到时候应该是要换这个排线。要换排线。如果有配件的情况下，其实当天就能修好。小哥后面和我们讲 ，OPPO 的售后是周1和周5申报备件申请。今天周1他们已经上报过了，我们的配件需要等到周5再上报，再加上3天左右的运输时间，加起来差不多是1个星期才能修好。在它拆机的时候，我们留意到 OPPO 店内有一个 Reno 6专属服务的广告牌，上面写着 Reno 6可以享受远程诊断、免费贴膜、保养备份、维修免人工费、1小时快修、专属高品质备用机等服务。最后小哥给了我们的备用机，该说不说，这是相当高品质的。至此，绿厂的售后环节就都结束了，花费半个小时左右啊。最后也没有告诉我们要花多少钱啊，这让我们心里多少有点没谱啊。不过无论结果如何，我们1周之后见分晓。第2天，苹果走起，这里不得不先吐槽一下官网上查找苹果售后店铺啊，确实有些麻烦。首先在苹果官网上点击技术支持，新界面里边点 Apple 维修，然后再发起维修申请，然后再选择 iPhone， 然后再选择你的 iPhone 有什么问题，然后选择自行速修，还需要登录 Apple ID， 然后还要提供我的身份证号啊，然后才会根据你的定位显示你可以去的门店啊。这个过程相当繁复。后来我们发现了一个便捷一点的方式，点击苹果官网最下方查找你附近的
Apple Store 零售店和更多门店，选择服务，输入地址和产品之后，就会出现 iPhone 维修点了。苹果在武汉呢是没有直营店的，起码今年是这样，我们只能选择官方授权的维修店。我们去的这家是位于商场的内部，位置还是非常好找的，看得出来这其实是一家手机的销售店啊。旁边一点的位置处理售后，售后这边呢有2个工作人员，起完号之后，这个等待是比较漫长的。和 OPPO 一样，换卡重启，进行一些基础的排除故障的操作啊，常规的软件诊断，诊断没问题后，售后人员递给我们一张纸条，让我们签字啊，并未提示让我们仔细看一下这注意事项啊。我们询问这数据是否可以保留的时候啊，售后人员表示也是需要自行备份，把你需要的资料进行备份，备完份之后，我们给你重装，看能不能好。重装如果好不了，就只能返厂了。后面就是刷机了，整个过程现在想想很奇幻。第一次刷机没刷好，黑苹果了；第2次又黑苹果了。我们开始慌了啊，因为刚刚那个字条里边写着，如果设备存在硬件问题，更新或者恢复系统可能会报错，设备可能无法进入系统等等，风险需要自行承担，请您知悉。刷了数次之后啊，最后交给了我们一台黑屏的手机啊，告诉我们让我们自己回去找某东。不行啊，这个不行吗？刷不了，不好说。那怎么搞呢？你要修也可以啊，你要联系家商也可以啊。这种情况自然不会同意啊！你给我们一台黑屏的手机，好像不太合适吧？啊，这个时候掏出那张纸条啊，果然我们预料的事情就发生了啊！但是可能看到我们的态度比较坚决啊，他还是决定再给我们刷一次，尝试一下。这一次可能我们运气比较好，手机亮了。当然问题还在，这手机是不是卡的？接下来他仔细端详了一下我们的卡槽，这个看到了触点上有一点点痕迹。他表示这个 SIM 卡槽可能存在问题，并告知我们需要拆机检查。在征得我们同意之后，将手机拿到店里的拆机间，让我们半个小时之后再来。在等待时间里，我们接到了昨天 OPPO 的电话啊。见到我这样，就是昨天的那个排线，因为我们这边公司都是缺料的状态，可能到的时间比较长。我这边今天就跟我们领导说了一下，就是意思说可以给你换一个新的手机。回到苹果这边，半小时之后，手机拆开了，店员告诉我们上面有些痕迹啊，并且给我们看了桌面上的价目表，说这是人为的啊，这都没有问题啊。但是他说可能需要更换整块主板啊，并不是这一个卡槽的位置啊，价格需要3000多。不过我们心里早有准备，目的就是来花钱的，看看你让我们怎么花。3000多可以，没事装。毕竟不可能说再买个新的，那更贵。我们继续询问啊，意思是想尽快解决问题。后面故事就变得有意思了啊！他说返厂的话呢，大概要2个星期。我们问了一下，能更快吗？这个时候他提出了另外一种方案，你可以尝试一下拿到下面的爱回收啊，看看回收价格，然后再加钱在他们那儿买个新的。这样的话，可能比换主板的费用还要更低啊，并且还换了一台新机。这种方案听起来确实不错啊，我们就去了解了一下，结果啊，商场里的爱回收给了我们1800的价格啊，打扰了，这和小白油品的回收差远了。这个时候他又给我们出了个主意，我们可以尝试一下他们自己的回收，和苹果是没关系的啊。经过一通操作，他的手机上显示了一个价格啊，大概是2800块钱，比楼下的爱回收确实是高了不少啊。然后告诉我们花2000多就可以换个新机，毕竟这台手机售价就5000多嘛，换个新的不比修的来的舒服多了。你们这也可以修是吧？对，公司回收，他们我只要等时间，我把前面客户处理完。只能当场修吗？不是，他说他们公司回收。但是这样我们也就看不到苹果的原厂维修到底是怎么样的了啊！可是它从头到尾都在帮你省钱啊，而且这个方案确实比返厂维修更便宜，还能当天就拿到新机，何乐而不为呢？我们当时真有冲动，直接就这么给办了。但是我们的剧本可不是这么写的，必须体验官方的维修，然后始动燃具了。这台 iPhone 12终于又进入了苹果官方维修的正轨。这时候他向我们询问了手机的购买渠道，并且再三强调我们是否接受他维修的价格，向我们索取了手机的发票和包装，在系统中确认了这次维修。例行也询问了一下备用机的事项，答复是人为损坏啊是没有备用机的。对了啊，价格方面在给我们取机单上有一个预估价3399，至于具体要花多少钱，还得2周之后取机的时候才知道。第3天去 vivo 之前啊，我们先去了一趟 OPPO 取手机啊，简单的验机登记只花了几分钟，最后你猜花了多少钱？没花钱啊！这结果让我们确实没有想到。我们继续前往 vivo， 进 vivo 的门口呢有一个2维码取号，在等待的过程中，售后的小姐姐也会给你送水。等叫到我们的时候，还是一个售后小姐姐先接待了我们，询问了一下手机的故障所在，就突然一下没信号了吗？是否尝试关机换卡，然后是否有购买记录，也告知我们30天内有故障呢是可以换机的。然后他给我们开出了一张交接单，我们留意上面有一行字是资料备份说明，写的就是用户自己备份，大家可以看看这张单据。然后就将手机送到了技术员那边给我们检测，经过检测之后，手机没发现什么问题，也没有给我们进行拆机。售后店员询问了一下我们，然后表示可以给我们换货，我们表示就在你这里换吧。换的话，我帮你查一下，看线下有没有这台货。如果有的话，我可以帮您升级。可
可以直接帮我换是吧？对，然后店员检查了一下他们的售后系统，发现我们这台X60啊，这个配置是没有货的，所以让我们尝试看一下在某东是不是能够7天无理由退换，然后再下单一台，因为这样是最快拿到新机的办法。但是好巧不巧，正好7天无理由的日期过了啊，真的是天助我也。到22号凌晨截止，顺不到那个分成。就是不能7天无理由了是吧？就是它那个显示时间已经截止。毕竟我们考量的就是你售后的表现，不是购买平台的表现。不过紧接着他说的话也让我们松了一口气。就你们这边跟京东沟通了之后，就好处理一些是吧？我先看那边，因为我们原来是有一个，我先问一下他那边能不能处理，如果不能处理的话，就帮你线上问一下。好，行。这个态度还是挺不错的。所以多少钱没提，但是我们已经猜到了啊，应该也是不要钱。随后我们决定先去华为。进店有人接待，询问问题，并令我们在取号机上取号，然后等待。在此期间呢，我们观察了一下华为售后点的环境啊，有电视，有自助饮水机，有沙发，沙发上也有充电线。华为这个环境确实不错。轮到我们之后，售后也是询问了手机的故障所在，并且对手机的外观做了简单检查，告诉我们整个流程可能需要2个小时，让我们可以先出去逛。有关备份的问题，我们也询问了一下啊，得到的结果也是他们没有比较好的方式进行备份，需要我们自己进行备份。但是我们也拿到了华为的备用机啊，整个服务效率还是比较高的。3天之后，华为通知取机，过去直接给了我们一台全新机，也没有收费。最后我们去了小米啊，有小姐姐接待啊，会初步的询问你碰到的问题，然后协助你拿号等待。这边看到2个人在排队。小米的售后工程师先给我们诊断了手机的问题，并且好像用小米自带的工程模式诊断了一次啊。同时在系统中也查询了一下手机的激活日期，询问了购买渠道，告诉我们这手机确实有问题，有一个卡不读了。接下来他说，如果要退的话是可以找某东的啊，如果要换货的话呢，直接在他们这里就可以换了啊。不过换的话需要拆机检查，换的话就要拆开来验。好，行。验了只要没有进水、没有外伤是可以的。好。同时让我们提供了包装盒。对了，小米、苹果、华为呢都是一样需要包装盒配件的。我们在这里建议大家，为了售后流程的顺利进行啊，无论什么品牌带着都没错。随后他在系统中登记了信息，也询问了一下我们手机里有没有什么需要备份的，让我们自行备份。他还告诉我们，如果在系统中开了单子，这就是一台坏的手机了。开完单子，机器就是坏机器了，就放不走了。是这样子的啊。随后他就开始了拆机，在拆机之前，他登记了我们的地址。小米这一点是值得点赞的，就是他可以将换好的手机直接寄到你家里去啊，不用你再跑过来了。工程师的手法也是非常熟练，发现了卡槽上有些痕迹。但是有东西，你知道吗？不是。他尝试刷了一下这些胶水，发现刷不掉啊。后面他又开始装机了。我们本以为他装好了之后会告诉我这是人为损伤，要给我们换板了，但是工程师还是表示可以换机，我们就直接走了。第2天我们就收到了小米的工单啊，并且快递也给我们顺丰寄出了，我们就坐等收货。回到苹果这边啊，这个日子还是非常漫长的。vivo 这边也是几天之后就收到了取机电话，让我们带着包装过去啊。他拿出了一个全新的盒子，当着我们的面取机，给我们换机。其实他们要包装，主要就是拿我们原盒的这个保修卡，这也是唯一一个需要保修卡的厂商。vivo 这边的整体体验还是非常顺利的。在去苹果的售后点14天之后啊，收到了苹果的短信，确实是2周啊。去了之后还是和上次一样的售后小姐姐把我们的回执单给他之后，就拿出了一个白色的小盒子，当面拆开让我们检查，将手机激活啊，也是没修，直接给了一个官换新机。随后苹果果然没让我们失望，3399。而售后小姐姐还透露了一个有趣的细节，就是他们售后这块啊只有3个价格啊，换屏幕、换电池、换整机啊，这个价格就是一个换整机的价格。苹果就2个价格，一个电池，一个屏幕价，然后一个整机价，然后另外会有一个电池价。而之所以是这个价格，应该就是苹果认为啊，你这机器已经没有维修的价值了，所以就是这个价格。OK， 到这儿我们5家售后终于体验完毕了。光售后前后后各种各样的环节在武汉我们顶着这个大太阳跑了近1个月啊，终于结果全部都出来了。首先看一下这个表格啊，关键信息都在这儿了。我们这次主要考量手机厂商售后的6大方面，主要体验一下他们的流程、时效和专业性，都是大家去售后的时候能够明显感知到的点。首先大家最关注的就是价格方面啊，苹果3399，1D502，3399，好心疼啊！其他都是直接给换了新机，没花钱啊，这一点上我们是非常意外的。但是如果你自己碎屏了或者进水了，肯定是要花钱的。我们这一期就是为了体验售后这个流程。
售后环境以及服务方面，可能很多售后点是不一样的啊。除了苹果以外 ，OPPO、vivo、华为、小米都有沙发、电视，也有自助的饮水机和充电线，也是当面拆机验证。苹果这边呢，相对来说就简陋了一些啊。受限于武汉没有苹果的直营店啊，我们也没有跑很多家，所以这个问题可能仅限于我们去的这家授权店。估计直营店会好很多，但是直营店确实比较少啊。备份数据方面啊，这是我们去之前重要考量的一个点啊，但是没有一家售后是可以的，所以我们手机中的资料都没有幸存下来。但这个应该就是为了防止个人信息泄露专门设计的，毕竟现在备份也不是什么难事儿嘛。不过对于中老年人来说呢，如果去售后啊，我个人觉得备份资料真的还是挺有必要的啊。希望厂商们能够设置一个灵活且保密的方案啊，当然这个可能比较难，但是对于老年人可能真的很重要。维修方面 ，vivo 和华为并没有选择拆机啊，而是直接换新啊。小米和 OPPO 均是拆机之后发现了问题所在，也进行了换新。苹果是开单维修，但还是那句话，本期是视频需要，大家一定不要效仿，不要效仿，不要效仿。本期换新的所有手机，我们也将会在各个平台陆续全部都抽送给大家。备用机方面啊，华米、OA 都是有备用机可以提供的啊。小米是因为我们选择的是直接寄回家，所以就没给备用机。OPPO 的备用机确实很古老啊，但是也还能用。这个 vivo 因为备用机当天借没了啊，所以也没有给我们也没有看到。时效性方面，应该也是很多人售后维修关心的点。很多人去了第一句话就是多久能够修好啊？区别于你去的售后点的备货情况，其实视频里边参考意义并不大，但是各家基本都在1周以内啊都可以解决。如果运气好有库存的话啊，2、3天就可以搞定了，总体是比较快的。但苹果就比较慢了，2个星期。我觉得这也是苹果第三方维修最多、最成熟一个重要的原因了。因为很多问题你去个小店确实当场就能给你解决。视频到这里啊，其实我们就有了一个疑惑：为什么这些安卓厂商呢都没有收费维修，然后直接给我们换新了？我们又仔细的读了一下各家的这个售后政策啊，其实国内这些厂商呢都有法定的3包政策，这个7天出现质量问题呢包退换，15天以内呢可以换新，然后有1年的这个保修。苹果这边有一些区别啊。如果你在官网进行购买的话呢，它是有14天的退货政策的啊，还有1年的这个质保是比较长的啊，但是需要发票和原包装啊，这个也都是合情合理。这个权益呢仅在 Apple Store。如果你是在某猫购买的话啊，它是7天无理由退货。如果是某东自营呢，这个激活之后没有质量问题的话，是不支持7天无理由的。苹果不同的渠道政策有点复杂，但是感觉更希望你从这个官网进行购买。最后我们综合各种元素，综合判断了一下，我们猜测，可能是国内厂商为了提供给用户更好的售后体验，它对15天自身质量问题换货这个政策是比较宽松的。因为前面我们已经看到了，有些它已经在现场就直接判断这是人为原因了，而且它也确实是人为原因啊，但是它还是给我们换新了，这一点上是值得点赞的。不过如果要是几个月之后，比如说你使用的痕迹比较多了，磕碰也比较多了，应该就不会了。其实不光是苹果，目前很多厂商呢都是以换代修的政策，估计很多小伙伴也有过经历啊。一是目前产业链呢已经非常成熟了，手机这个产品啊自身出问题的概率在不断减小，为了维修养一大堆售后，全国铺设，还要做备用件的储存管理，是非常不划算的。但这种方式其实我们仔细想一下啊，是在不断剥夺消费者的维修权。为了一个可以单独更换的卡槽，直接给你换了一个主板，甚至给你换个新机，这成本我们仔细想一下，其实最后的最后都要回到消费者的身上。本来我们以为这次售后治理会有很多有意思的意外啊，甚至会发现一些黑幕出现啊，但是还好他们基本没有出现，这说明手机的整个售后业态呢现在还是比较健康的。我们也特别了解了一下1/3选择第三方售后的原因，大多数的原因都是因为方便啊，就在我家楼下啊，修一下当场就能解决了，当场就能拿走。但是一旦拆开，你就丧失了官方的保修。还有一部分人本能的就以为官方是比较贵的啊，但不管怎么样，这期做完了，我们还是建议大家选择官方的售后，因为在你下单的那一刻，其实你已经为售后服务付过钱了。而大多数的官方售后并不是以赚你钱为导向的，官方售后存在的意义是服务客户，维护用户的粘性。我们在这次的体验过程中也能感受到，他们确实挺为用户考虑的，而且选择官方售后对你的资料隐私的泄露风险也是最低的。每个厂商都对我们的手机进行了重置，并告知我们数据是无法保留的。你可能觉得这样很麻烦，但是却是最安全的。在第三方，你永远都不知道手机的那些数据被多少人看过，
甚至被当成肉鸡被买卖交易。作为厂商而言，一次买卖不仅仅只是把手机卖出去就完事儿了啊！优良的售后展现了对待用户的态度、负责以及自身的实力。售后最大的作用绝对不是赚钱，是最大程度方便用户解决问题，让用户感受到真诚，自然而然就会买你这个品牌的下一个产品，更多产品。OK， 如果觉得本期视频对你产生了一点点帮助，欢迎在下方转发点赞，特别感谢。更多内容和精彩，大家可以在全网搜索关注小白测评，我是你，小白测评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如果啊，你的手机真的非常不幸的进了502的胶水。哎，你看，看到没有信号了？我操，好了，好了，我操，有信号了。看，有，这有4G 信号了。